房少看上的女人也敢纠缠，找死！给我死背的！如果你不是个傻子，该有多好！如果你能为我遮风挡雨，该有多好！60年了，我的记忆终于被解封了，我无极神尊回来了。我无极神尊回来了。一群蝼蚁也敢对我不敬！60年一轮回，没想到这百世轮回，我竟然多了一个老婆。嘟嘟啊，嘟嘟啊，嘟嘟，嘟嘟，嘟嘟啊！你没事吧？美女姐姐，美女姐姐是嘟嘟，嘟嘟啊，美女姐姐。这孩子命格通天，绝非等闲之辈呀！将来定会使我们云家飞升。舒梦啊，你心存善念，将他带回。这便是你们俩的缘分。今天，我这做主定了你们俩的婚事。爷爷，我不同意。我们堂堂云家，怎么能捡个傻子回来当女婿？爷爷，这件事要是传出去，我们云家不就成了笑柄了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老头子，爷爷可能会害我。别怕，以后我保护你。姐姐保护我，美女姐姐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于书梦，你护我5年，从今往后，换我护你一世。傻子，今天是我家少爷和你老婆的婚宴，你来找死吗？他方浩杰算什么东西，也敢打我老婆？敢侮辱我家少爷！兄弟们，给我打！主人醒了！宜轩大人，第一世家家主，请您出诊。主人醒了！主人醒了！主人在青州。主人这一世的轮回终于苏醒了，全部集结，随我去迎接无极神尊！
一仙谷众弟子听令，随我迎接主人。我衡阳宗也该出事了。是宗主。呀！这不是云家那个傻子吗？他怎么会过来了？今天可是方少允许云舒梦，这傻子居然敢过来，方少肯定不会放过他了。啊！今天这门口可都是方少当的，傻子，怎么进来的？不是跟你说把他看好吗？这个傻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佳瑶，你怎么来了？哎，罢了，既然来了，那正好，今天青州各大世家都在这儿，就当众宣布你们离婚，以清白之身嫁给方少。奶奶，我已经答应嫁给方浩杰了，为什么还要当众羞辱江阳呢？好歹当了5年家人吧，你们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感情有什么用？方少能带领我们云家跻身青州上流阶层，这个傻子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上流阶层算个什么东西？只要舒梦一句话，我可以让云家成为人间第一的家。我可以让云家成为人间第一的佳瑶，你别乱说。舒梦，你别担心，我只要说过，我就一定会做到。佳瑶，你不傻了？不傻，我看他现在又疯又傻，让云家成为人间第一家族，你简直可笑至极！别丢人现眼了！一个傻子能懂什么？方少可是刚刚跟楚家达成合作，你一个被我们云家养了5年的废物，只会说飞。楚家，那可是青州第一大家族啊！不错，楚家老爷子楚道山亲自跟我签约，如今整个青州，楚家之下，我看谁敢给我方家作对。楚道山，当年的那个小屁孩，如今都是青州第一世家的家主了。楚家家主楚道山，这是青州多少大人物连见都见不到的枭雄人物啊！不愧为方家。方少，以后还靠你多多提携我们啊！放心，以后啊，少不了你们好处的。你笑什么？你自以为有楚家做靠山，你方家就可以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可惜了，你不知道楚家在我面前也得乖乖跪下听话。也得乖乖跪下听话。佳瑶，没想到也有这么霸气的一面。你这个傻子是想把人笑死吗？楚家那可是青州第一家族，楚家主更是一代枭雄，你连楚家是什么情况都搞不清楚，就敢在这大放厥词？一个垃圾桶里面捡来的傻子，别说楚家了，你连做我方家看门狗的资格，我告诉你，你如果现在跪下了学狗叫，然后滚出去，我可以饶你一命。你方家在我眼里不过蝼蚁一般，还敢夺我的妻子？他方家能给的，我江阳一样能给，好过1000倍万倍。我看这个废物的疯病是更严重。我的好姐姐呀，你还是赶快把这个废物带去医院看看脑子吧。够了，赶紧的把这个废物给我赶出去！佳瑶，你还是走吧，方家不是你们抗衡的。舒梦，你护我5年，
从今天开始，换我护你一辈子。白养了你这个傻子5年，你现在不傻了，就更别想赖在云家了。现在你就把婚离了，省得大家都说我们欺负你这个傻子。来，拿离婚协议来，拿离婚协议来。舒梦啊，你被这个傻子拖累了5年，如今我们云家已经别无选择了，你把字签了，我们就有可能起死回生，甚至一飞冲天。赶紧的签了吧！你快签啊！舒梦，你不用担心，这5年我确实拖累了你不少。如果你想跟我离婚的话，我不会再纠缠你。但如果你不愿意，我跟你保证，没有人可以威胁。好，我不签。你个不孝女，你是要害死我们整个云家吗？疯了，你真是疯了！云舒梦，你怎么敢的呀？你是想让我们云家陪着你一起死吗？你们谁都别想逼我！我不想嫁给方浩杰，我也不想和骄阳分开。有什么？你在找死！我告你，立刻签了离婚协议，否则别怪我亡你云家。宝宝，你放心，有我在，云家不会灭亡，而且还会一步登天。你这个废物，除了让我们云家成为青州的笑柄，你给我们云家带来了什么好处？你还一飞冲天！你这个傻子，连结婚的聘礼你都拿不出来，你聘礼？您怎么知道我拿不出来聘礼啊？我们云家养了你5年，你吃我们的用我们，都比脸还干净，拿什么给聘礼？拿你那个沾满口水的糖吗？既然舒梦说他不是傻子，那我就给他一个机会。傻子，你今天要是能拿出比我好的聘礼，我就放你一马；你要是拿不出，我就让人活活打死。不要！你也配跟我比？真是在找死！方少，哎呀，您别搭理这个傻子，他身无分文，拿什么跟您比呢？小子，你今天彻底把我惹怒了。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东西，我绝对会让你死在人府。我方浩杰说的，他就该死。方少，你打死他得了。既然你这么想比，那我就成全你。但是如果你到时候输了，你还有你，都得跪下来给我们家舒梦道歉。这废物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了，让我给你跪下，你配吗？我配不配？那试试啊，老太君，您看好了。速备聘礼送至云家。老婆，我已经通知楚家，为你先选聘礼。速备聘礼送至云家。这是主人的指令，快去把楚家所有珍藏的东西都取出来，随我前去云家县里。爷爷，你说什么主人？没有他，就没有我楚道山，更没有我楚家。哎，站住，小东西！小东西，老子打死你！几个点心而已，至于这么欺负小孩吗？要想改正大人，用主人。走吧。
你喜欢这个呀？我教你啊。主人，他不是凡人，60年过去了，容颜丝毫没有苍老。没有他的答案，就没有我楚家的今天。如今，终于到了我可以报答他的时候了。蛋儿，就按我说的，迅速准备。是，爷爷。你装疯卖傻就算了，现在还玩上这种变戏法不入流的手段。你一个垃圾堆里捡来的废物，楚家凭什么给你送聘礼？就凭你这废物也敢妄议楚家？楚家是青州第一世家，更是我方家最大成。你敢对楚家不敬，真是不知死活。等到楚家把聘礼送到现场的时候，方浩杰，我希望你不要跪得太快。真是死鸭子嘴硬啊！好，上聘礼。极品翡翠雕琢的玉观音一件，价值500万。还有我方氏集团的合同，价值2个亿。2个亿，有了这个合同，我们云家就有救了。这第3件吧，100年瑶池雪莲一株。100年瑶池雪莲，这可是无极门才有的圣物，多少大人物求都求不到。服用不仅可以延年益寿，更是身份的象征。老太君，听闻你近日身体不适，我特意取来这100年瑶池雪莲，有价无市，为您调养身体。这等宝物放在外面，就是10几个亿都要抢破头。方少送给老太君调养身子，可见方家的大手笔啊！方少真是太客气了，老身我受之有愧。云舒梦，你看看方少的聘礼，这个废物东西拿什么跟方少比？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看清楚了吗？这就是我方家的实力。你能拿出来哪一件？你这些破东西，我是一个都没有看上。这样档次的聘礼，怎么拿得出手啊？啊？你这100年瑶池雪莲你都敢损坏，你是想死吗？你他妈疯了吧！你敢扔老子的东西啊？就是不把我方家放在眼里。你知不知道，你扔的这件东西价值多少钱？江阳，你干什么？这种垃圾东西，你怎么好意思上得了桌？你，好，老子没有功夫陪你玩。刘老太君，再给你云家一次机会，聘礼收下，打断这废物的腿扔出去，婚礼继续，不然的话，我让你们云家当死！奶奶，我不想做了，你快把这个废物赶出去！云舒梦，你是想让我们云家都陪着你一起坐牢吗？舒梦，别害怕。舒梦，这块无极玉石送给你，作为聘礼，你拥有它，整个世界都会以你为尊。整个世界。不知道他哪个垃圾桶捡来的一块破石头啊！还敢在老子面前装腔作势！方浩杰，我劝你乖乖把它还给我。它但凡有一点损伤，你一家人的性命都赔不起。一块破石头，还想要我方家人的命？老子今天就看看！你个傻子，你拿什么跟我斗？怎么了，爷爷？这玉佩怎么会？快，通知青州，让所有的地面交通给我楚家让道，5分钟，我要赶到云家。
既然有人敢对大人不敬，真是找死！快，加速！是。竟然有人敢对无极玉佩不敬，真是找死！准备御剑而行，第一时间赶到。方浩杰，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一块破石头而已，能闯多大的祸？刘老太君，他既然什么聘礼都拿不出来，根据赌约，立刻把他的腿打断扔出去。方少说的对，你既然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来人呐！不要奶奶，这个废物居然还敢让楚家给他送聘礼，真是愚蠢至极。云舒梦，你就乖乖的嫁给方少。聘礼到！200亿合作书一份，千年瑶池雪莲一株。江先生，聘礼已送到，请查收。什么？方家这个傻子还真送聘礼来了！帝王绿玉石，这可是狱中之王啊，价值连城。200亿的合同书，哎呦，我的天哪！这云家有了这合作书，那真是一飞冲天呐！千年的瑶池雪莲，不可能！这废物怎么可能拿得出这等无极门的圣物？什么？千年瑶池雪莲，这可真的是无价之宝啊！100年瑶池雪莲尚可出钱买到，这千年瑶池雪莲，就算是出价1000亿，也不可能买得到啊！江阳，这些真的全部都是你送的吗？舒梦，这些都不算什么。这5年里，确实委屈你了。从今往后，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这怎么可能？他一个痴傻多年的废物，怎么可能送得起这么贵重的聘礼？这废物怎么可能拿得出千年瑶池雪莲？就连楚家这样顶级世家，也只有无极门赏赐的一株。这种废物怎么可能送得出？我送的聘礼不知道比你高了多少，还不跪下？王八蛋，装腔作势！你的这些东西肯定都是假的，想让我认输，门儿都没有。我送的礼物，还有人敢质疑？阁下跟这云家的傻子是什么关系？傻子，你好大的胆子！张嘴！妈的，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子是方家大少，就连楚家家主楚刀山都对我青睐不已，在整个青州，谁不知道楚家的地位？我看你们是在找死！楚家很看重你，是吗？当然。怎么，这就害怕了？老东西，我看你们这几个都是这个废物找来的演员吧？我告诉你，你们给我跪下磕头认错！还有你，臭女人，扇我耳光是啊？晚上乖乖的陪我睡觉，让我狠狠的扇你，我才可能饶你们一命。在青州，很久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楚？难道你们是楚家的人？楚道山拜见江先生，楚道山拜见江先生。楚道山。楚道山，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楚家家主楚道山怎么会给江阳下跪？楚道山来迟，还请江先生责罚。起来吧。是。楚家主，我有眼不识泰日，我错了，你饶了我吧。今日敢对江先生不敬，那就是不把我楚家放在眼里，就是我楚家的敌人。这江阳就是一个垃圾堆里捡来的废物，怎么可能认识楚家主？楚家主，你一定是认错人了，可千万别被这小子骗了。闭上你的臭嘴！再敢多说一句，我打烂你的脸！你方家好大的胆子！分不下去，撤销方家的所有投资。至于这个丑货，打断腿扔出去！朱家主，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江先生，道山这样处理，您还满意吧？我都已经给你跪下磕头认错了，还要赶尽杀绝吗？算什么东西？你对江先生屡次不敬，留你一条小命就是对你天大的仁慈。来了，把他给我扔出去！我看谁敢欺我？爸，你来了。云家、楚家，不过是青州小小家族而已，敢欺我方家，你们是不把一仙谷放眼里了吗？什么？一仙谷？不错，我耗费了整整5年，如今已拜入一仙谷，就连一仙宋长生、宋谷主对我都赞叹有加。这一仙谷是个什么东西？江先生有所不知，一仙谷乃是当世一仙宋长生所创立，短短50年就名满天下，无数大人物倾其家产，就是想赢得一仙的出手一次。虽说他们的势力没有无极门那么大，但他们的背后的关系极其深厚。一仙谷，宋长生，我这里有一瓶灵丹妙药，保管你吃了不拿去。可我没有钱。没钱？没钱你还治什么病？滚！连小孩的钱你都骗，别让我再见到你。哼，没想到当年的小屁孩都开宗立派了。你个废物，听到我方家的背后是一仙谷，吓得话都不敢说了是吧？一个一仙谷就给这小子吓成这样，还真是个蝼蚁。我若告诉你们，我方家即将攀附到无极门，那这小子恐怕得当场吓到。什么？爸，我们方家要攀上无极门了？这可是连青州第一家族楚家都不够格的荣耀啊！不错，就在刚刚，无极门昭告天下，无极天尊已经出世，即将举办无极大会，而承办无极大会的就是帝都王家。无极大会啊，那可是无极门50年才有一次的大典，有资格参加的人，都是这人世间数一数二的顶级家族。无极大会，你们方家也配？废物东西，你他妈瞧不起谁呢？不过，爸，参加无极大会要有邀请函，我们有吗？听闻一仙谷宋一仙就在青州，因此帝都王家已经驾临青州，并放出消息，谁能医好王家主王老，谁就能获得无极大会的邀请函。明日只要我出手，定能医好王老。无极大会邀请函，我方家势在必得。爸，有资格参加无极大会，到时候我方家就是南域的顶级家族啊！他楚家算个屁呀！明天就是我方家获得无极大会邀请函一飞冲天的起点。云家要不想死的话，明天乖乖把我儿子看上的女人送到家去，否则云家誓先除名。云家誓先除名。给脸不要脸的东西，看我明天怎么玩死！让
方家的靠山是一仙谷，明天更是要攀上王家了。江阳，你不要冲动。不用担心，这些人在我眼里皆是蝼蚁。今晚我皆可灭方家。就算你认识楚家主，你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听说王老宅心仁厚，我相信王家一定不会让方家太过嚣张的。江阳，你先离开青州，会被风头。于书梦，听见了吧？方家背后啊，那可是一仙谷，甚至是无极门。你不会是想害死我们云家吧？这个傻子，他是死定了！不跟他啰嗦了，我们走。你走啊！云家呢？只有书梦和云老爷子有眼光。江先生，哪怕明日方家能治好王家家主，背后有一仙谷撑腰，要想对付先生的，我必倾尽楚家，道山万死不辞。行了，不过只是一仙谷而已，没什么可怕的。那宋一仙这些年积攒了无数的人脉，并不好对付啊。他的一身医术都是我教于他的。原来如此啊！先生大难，道山多虑了。但是王家的背后是无极门，那可是人间第一势力啊！要是方家能摊上无极门，那就十分麻烦啊！无极门也是我创立的。没想到无极神尊也是先生，道山奋其一生，也难望先生相会了。行了，我这里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想让你帮我去处理。城东云家有一片烂尾楼，我希望你帮助我完成。请先生放心，我倾尽楚家，也要把这个项目做成青州第一项目。这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我楚大。好，去吧。不愧是帝都世家，这排场啊！这王家在毕州的地位极高，若是方家主真能治好王老爷子的病，那方家就一飞冲天了。到时候别说是跻身地州第一世家，就算是成为地州第一家族，那都是有可能的。到时候啊，我们云家可就能飞上天了。说的不错，云书梦，今晚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的陪在方少的身边，等晚宴结束，你就随方少回去，好好的伺候方少，不要再惹是生非。你们云家还算识相，我爸治好王老，拿到无极大会的邀请函，我方家就会成为青州第一家，日后啊，少不了你们云家的好处。还不快到方少身边去！很好啊，我很满意。方少满意就好。方浩杰，你在找死吗？方浩杰，你在找死吗？江阳，你怎么来了？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啊！今天什么场合？你还敢来找死？小子，你几次三番不把我方家放在眼里，真当我没脾气了吗？我管你什么方家王家，动我老婆就得死了。你这废物又犯什么疯病？敢在方家主面前口出狂言！你要找死，不要拉上我们云家！你给我闭嘴！今晚在现场汇集的都是各方势力，每一位都是你惹不起的大人物，尤其方家主更是治好王老家主的重要的人物。我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你赶紧给我滚出去！老太君，您怎么知道我不懂医术？你一个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傻子也会医术啊？你要是会医术啊，我
就跪下喊你叫爸爸。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这行医之道可不是过家家。你一个身份如此低贱之人，也敢说懂行医之术？他懂什么医术？自己都傻了5年，在我们云家白吃白喝的。好啊，既然你们不信，这颗丹丸是我5年前随手炼制的，不仅可以除百病，更可以延寿20年。佳雅，你这从哪儿搓了个泥丸，就感受得这么深？说八道，什么药有这么神奇？这药啊，可是真有你说的那种效果。我方浩杰吃屎！好啊，方浩杰，你把你说了这句话给我记住了，但是叫爸爸就不必了，毕竟我没有你这么重要。老太君，你若不信，我们一试便知。你这从哪弄来的东西，也敢直接给奶奶吃下？你就不怕毒死奶奶吗？我羞了，这废物不会真在药里下毒了吧？奶奶，你的头发全变黑了。奶奶，你的头发全变黑了。哎，镜子！哎呦，好啊，还真是神药！我这胸口也不疼了，浑身暖烘烘的，这白发全都变黑了，这真的延寿？这怎么可能？他一个垃圾堆里捡来的废物，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神药？难不成他真会医术？绝对不可能，他肯定只是运气好，在哪儿捡来的而已。他怎么会医术啊？定是如此。一个废物，还真是会装腔作势。今晚等我医好王老的病，我方家定能跻身帝都顶级家族。这不是你一个身份低贱之人能够企及的。我爸师从医仙谷，而医仙谷的医术天下无人能敌。我方家今天势在必得，而你不过是青州云家一个赘婿而已。今晚呀，你就好好看看你老婆怎么好我的。逍遥，你千万别冲动。即便你认识楚家主，但是在王家和医仙谷面前也不够看。舒梦，你不必担心，这人间所有的势力我都不会害怕，我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厉害。我说过，这一世我定护你。我方家现在背靠是医仙谷，更别说我爸即将治好王老，拿到无极大会的邀请函，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医仙谷、无极门，你们所崇拜的这些势力，就算是真的来了，也只会给我跪下，然后彻底的收拾你们方家。你放肆！我在医仙谷修行数年，多少顶级大人物长跪不起，都没能见到宋医仙一面。何况这人间第一势力无极门，你一个废物也敢说这种大话？好啊，既然你不信，5分钟，我就叫来一个你耗费数年也见不到的人，宋长生。我看这傻子的疯逼又犯了啊！敢说这种话？宋长生，5分钟时间，赶来王家。你给我闭嘴！你就别在这装模作样了，你还要害我们云家如此！哎，你赶紧给我滚出去啊！别在这无事生非的。逍遥，王家势力非凡，今天这场合，小心祸从口出。王家家主王国康到。王老来了，逍遥，你完了。王老家主，我爷爷疾病缠身，
今日晚宴是为了寻求医术高明之人为我爷爷看病的，你们在这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王老、王小姐，就是这个人，没有邀请函，擅闯晚宴，毫无医术。我怀疑啊，他图谋不轨。大胆！什么人敢在我王家场子里惹是生非？我劝您还是不要先动怒。您的寒毒已侵入肺腑，如果情绪激动的话，很有可能会毒发。看您的脸色，恐怕已时日不多了。放！王老、王小姐，您千万别被他给骗了，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根本不懂什么医术。不错，我乃医仙谷弟子，曾在医仙谷修行数年。依我看，王老只是感染了百日咳，并无性命之忧。你好大的胆子，敢在我王家面前坑蒙拐骗！坑蒙拐骗的是他方家。王老爷子的寒毒极为锋利，这天下能治的人只有我一个。我没听错吧？一个没有半分医术的废物，还敢说自己能治罕见之毒？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编瞎话？云舒梦，这就是你不惜被赶出云家也要找的男人。哼，狂妄自大，卑鄙无耻，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王老的百日咳是因为身体虚弱，体燥所导致，日后只需食疗滋补，清热解毒，即可痊愈。清热？他的寒毒已沁至肺腑，你跟我说清热？我劝你最好不要用你那个半吊子的水平在这丢人现眼。若是治坏了王老，你们方家父子恐怕活不过今天。你他妈是不是找死啊？你在质疑我爸的医术，你就是在质疑医仙谷的医术。我告诉你，我方家即将一步登天，你在我眼里就是一只蝼蚁，我想捏死你，随时都可以。够了！来人，把这个混蛋的双腿给我打断，丢出去！王小姐，一切都是我的错，加上他是为我而求情，为我而来，求求你放过他，让他离开吧。想跑，吃了！你不把我爸放在眼里啊？还敢辱没宋医仙？我跟你没完！跑？谁说我要跑啊？宋长生还有3分钟就到了，我很期待你们父子俩给我下跪求饶的样子。什么人？这是帝都慕容家的少爷。敢在王家的场子吵成这样，不要命了！这是帝都慕容家的少爷，帝都第一世家的少爷，慕容啊！慕容家世代习武，名震四方。慕容家主乃当今无极门的外门长老，王家地位果然不同寻常，连慕容少爷都来看王老。慕容少爷，好久不见。王家主暴病，我自然是要来看望的。王家主，你之前让我父亲给你寻找神医，我父亲特意从医仙谷给你请来了这位白神医，我们此次前来特意给你来治病的。有心了。医仙谷，刚刚青州方家也说有方家，区区一个青州本土家族也能给王老爷子治病？滚一边去！慕容少爷，在下曾在医仙谷当过几年门童，跟宋医仙也算是有渊源。既然医仙谷的弟子，那你师出何人？我这个，你一个门外者，那还会什么医术？你他妈是不是找死啊？区区一个门童，竟然敢打着医仙谷的名号在外面攀关系，赶紧跟本少滚！否则，信不信本少灭你方家满门？慕容少爷，慕容少爷息怒，我这就从你眼前消失，还不快走！慢着！啊，这是我未婚妻，你要是干错的话，随便带走。还请慕容少爷饶我方家一命。不错，滚！没想到这青州竟然有如此绝色极品，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放心，本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别，我结婚了。哦，
结婚了。慕容少爷，你别听他瞎说。这个废物啊，就是我们云家养的一条狗，早就被我们赶出去了。您能看上我们家舒梦，那是他修了8辈的福才修来的。快去！算你识相。云舒梦，你傻了吗？这可是慕容家。我说了，不管是谁敢动我老婆，就是死。哪儿来的穷狗啊！一股子穷酸味，就凭你也敢跟我慕容傲抢女人？江阳，你赶紧给我滚出去！你要是再敢阻拦我们云家的前程，我要你好看！你这个孽债，你还要害我们云家到什么地步？慕容少爷，您看，若是把王老医好了，这个能不能把这无极大会的这个邀请函赏赐给我们云家呀？原来你们是为了这个呀？可以，只要今天晚上把他带到我房间来，这个无极大会的邀请函我可以给你们。谢谢慕容少爷，听见没有？这可是50年一次的无极大会。舒梦，别担心，别说你想去无极大会了，就算你想去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带你去。再说，这个老头子体内寒毒已经积攒多年，这世上除了我，无人可以医治。江阳，你能不能不要再胡言乱语了？慕容少爷已经带着医仙谷的神医来了，这儿没你说话的份。我看这个下等人还是没有看清楚自己的位置。这位白神医乃是师从医仙谷宋神医门下，我们此次特意请他前来，就是给王家主治病的。宋医仙就是那个创立医仙谷、手到病除的天下第一神医宋长生。宋医仙医术通天啊，若是得他医治，定能痊愈。只可惜，医仙大人30年前就已经不再出手了。宋长生，即便是宋长生来了，他也治不好。即便是宋长生来了，他也治不好。放肆！宋神医乃天下第一神医，他创立的医仙谷更是人才辈出，天下神医都出自于医仙谷，岂容你在这里随意编排？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眼下当务之急是治好我爷爷的病，还不是动手的时候。我暂且放你一马。白神医既然是宋医仙的弟子，那一定也是高手过人的神医。既然白神医能出手，爷爷，我相信你的病一定会很快治好的。我父亲为无极门外门长老，我们慕容家更是和医仙谷颇有渊源。白神医是我们慕容家专程请来的，让他出手只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白神医，请你一定要治好我爷爷。白某人将全力而为。住手！你混蛋，你干什么？你要点穴？不错，看来你还懂点医术。正要被王家主点通全身的穴位，逼出他身体里头的寒气，然后按时服用抚舒人参中性草药，数日方可痊愈。哎呀，这宋长生啊，宋长生，真是学艺不精，带出来的徒弟也是如此的愚不可名。哪儿来的黄毛小子，敢质疑我的医术？真是无耻！你可知道，白神医自幼学医，后拜入宋神医门下潜心学习，10年来救人无数，岂容你口出狂言？我只知道王家主现在身中寒毒，才会出现风寒的症状。你现在若是把他的穴位全部打开，轻则内力尽失，重则当场暴毙。放肆！你敢对白神医如此不敬？你要是耽误了我爷爷治疗，我王家跟你没完！好，那你说说，不打开他的血脉，你用什么办法逼出他身体里头的寒毒？当然是用聚灵6针辅助寒毒与内力相合。你连这个都诊断不出来，你还有脸自称神医啊？聚灵6针，你还知道聚灵6针？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人会这个针法？没错，一个是我，
一个就是宋长生。我一仙大人当然，师尊医术通天，不过很久都没出手了。至于你一个黄毛小子，怎么跟他相提并论？张扬，就你也配碰瓷儿宋神医？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啊，就不会混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个孽畜，竟敢对一仙大人不敬，还不跪下来谢罪！神医，你们要是知道他当年追着我屁股后头求我教他医术的话，你们岂不是要跪在地下给我磕下头啊？你竟然对一仙大人如此不敬！黄小姐，这个废物口无遮拦，我劝你啊，还是赶紧断了他的四肢扔出去，免得耽误了王家主的治病。你如此以下犯上，如今还打扰我爷爷治疗，我本是看在你是为了救我爷爷而来的份上，暂时放你。没想到你竟然屡教不改，还在这里哗众取宠。你不要忘了，这里是我王家的宴会，我随时可以请你出去。张扬，王小姐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最好安分点，可别给脸不要脸。既然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那我也无能为力了。如果你们喜欢拿人命开玩笑的话，到时候出事了，别怪我没有提醒。可拿人命开玩笑的是你，我这一生钻研医术，你这个黄毛小子敢来怀疑我的医术，你还不够格！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啊？竟然敢质疑一仙大人的徒弟！你小子几斤几两我很清楚，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怎么可能被我们云家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又怎么可能给我们云家甘心当了5年的赘婿？王家主能量通天，他的命比你的金贵100倍，要是耽误了他的治疗，你全家陪葬都不够。白神医，请您为我爷爷治疗吧。你这一套穴位点下去，他今日必死无疑。够了，你再敢口无遮拦，今天必死无疑的人是你。来人！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咒王家主！今日你要是耽误了王家主的治疗，不仅王家不会放过你，我无极门也会来要你的命。白神医，您不要理会这个废物说的话，请您继续治疗。小子，今天就让你开开眼！失礼啊！爷爷，你怎么样？好点了没有？王家主现在脉搏平稳，已经痊愈，再休息几日即可。白神医真是医术了得啊！不愧是一仙大人的徒弟。看见了没有？这才是真正的神医，是你这种废物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好了，我感觉好多了，大家不用担心了。多亏了白神医妙手回春，才救了我爷爷一命。多谢慕容少爷出手相助。看见了吧，一仙大人妙手回春，王家主现已痊愈，你也应该为你之前的言行付出代价。既然爷爷已经痊愈，那大家就尽情的享受宴会吧。至于这个江阳，慕容少爷，你要是另有处置的话，请您尽管带走便是。一帮蠢货，回光返照而已。我看今天的寿宴改办葬葬吧。我看今天的寿宴改办葬葬吧。江阳，你不要乱说！你好大的胆子！今天是我爷爷的寿宴，你竟然敢诅咒我爷爷！你胡说八道！现在王家主脉搏跳动强劲，已经痊愈，你不要在这口无遮拦。铁一般的事实就摆在你面前，你还要在这哗众取宠，我看你真是活到头了！你小子竟然如此狂妄，当着王家主的面，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我王家乃是帝都的顶级家族，我爷爷虽已暮年，但也是帝都有头有脸的人物，从来没有人敢对他如此不敬。我给你3秒钟时间，自断双臂，跪下来给我们王家道歉，然后滚出这里！不要，黄小姐，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愿意替他赎罪，求你放他一命。云小姐，我劝你不要再偏袒这个废物。他虽然曾经是你的丈夫，但他如今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江阳，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你要是不忍心下手的话，
我不介意让我的手下来帮你。3、2，真是蠢的不可救药。你爷爷已经命不久矣，你还有闲心在这儿玩数数游戏？这怎么可能？我已经打通了他的血脉。就是因为你打通了他全身的血脉，他才会当场暴毙身亡。白神医，你快救救我爷爷！不是，我也没有回天的能力呀，只有请我的师尊宋一仙。但是现在也来不及了呀。江先生，我求求你救救我爷爷！之前是我有眼无珠，我请您救救我爷爷吧。我为什么还要救你爷爷呀？只要您能够救我爷爷，我王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江阳，你要是真的会医术，就救救王老吧。这傻子真的有医术？他能会什么医术？不过就是装装样子，做临死前的挣扎而已。小子，我有幸观赏过一仙大人的聚灵六针，你这个手法根本都不是。什么？江阳，事到如今，你还要拿我爷爷的性命开玩笑？爷爷要是有个3长2短，我王家给你势不两立。王老爷子是内力全失，聚灵六针已经无力回天。我施的是九转还阳针。还九转还阳针？我告诉你，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针法能让人起死回生的。连还阳针都不知道，宋长生，你看你教的这个，连皮毛都学不会，只会害人的废物。宋长生，你还有2分钟时间，还不滚过来见我！宋长生，你还有2分钟时间，还不滚过来见我！快加速！一仙大人乃天下第一神医，不是你这种卑贱之人想见就能见的。我看你是不知死活，一仙大人的身份如此尊贵，你竟敢如此大不敬！不用着急，还有1分钟，你们就可以见到宋长生了。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直呼一仙大人的名讳，陷害王家家主，辱没一仙大人，这2条罪就够你在无极监狱待上上百年。来人，拿下！爷爷，我觉得身体里内力浑厚无比，我这身子啊也比从前轻上10000倍。江先生，刚才老夫人虽昏倒，但是意识清醒。若不是你出手施针，我这条老命怕是早已灰息了。多谢先生的救命之恩呐！这个江阳到底什么来头？真的误会他了。王老爷子居然醒了，这怎么可能？他明明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他竟有如此高深的医术，难道是老生我看走眼了？江阳，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医术？医术，我看根本就是巧合。白神医出生于一仙谷，王家主一定是因为白神医的治疗才得以痊愈的，只不过刚好被他碰上罢了。我看也是，他一个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傻子，怎么可能懂什么医术，又怎么可能救得了王家主？那个听闻啊，一仙谷排毒是先排后自愈。哎，想必王老家主这刚刚吐血就是在排毒。哎，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还振振有词的，想抢白神医的功劳，还不跪下跪下赔罪！小子，我可是一仙大人亲传弟子，一仙谷里面的记载医术，我就全部掌握在内，里面根本都没有还阳针法，你就是在这胡说八道，对王家主
图谋不轨。原来是这样，你这个混蛋满口胡言，竟然还敢拿我爷爷的性命开玩笑！江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跟他们解释啊！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容不得你在这里狡辩。狡辩，一帮蠢货！要不是我出手，王老家主就断气在这个庸医的手里。你还在这调皮，真是冥顽不灵啊！竟敢辱没移仙谷！慕容少爷，慕容家族乃无极门万名长老，此子口出无状，狂傲之至，今日就代表无极门将要这个孽畜究竟正法。请慕容少爷代替无极门将江阳这个畜生就地正法。我慕容家历代效忠于无极门，本少自幼习武，今日替神尊大人清理门户是应该的。不过你这种卑鄙小人还不配让本少亲自出手。既然他是你们青州的祸害，那就由你们自行处理。是，慕容少爷，我这就找人把他拖出去，绝对不会让他脏了你们的眼。来人啊！一个垃圾废物，早该死！该死的是你！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突然这么能打？如此草菅人命，你这个孽畜，邪气深重，是万万不能再留了！你要干什么？我们云家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不能对我们动手。恩人，要不是我们云家，你早就死在那垃圾堆里了。你恩将仇报。我江阳的恩人只有舒梦和云老爷子，至于你们，死不足惜。你们这么怕他干什么呀？啊，有本少在呢，他掀不起什么风浪来。没想到啊，你还是个练家子。不过可惜了，你罪不可赦，这一身功夫无可用处。本少现在给你个机会，跪下来，把本少的血舔干净了，再认我为主。日后见了神尊大人，给你美言几句，留你一条狗命。从今天起，你就做我身边的一条狗，我保你衣食无忧。慕容少爷竟还愿意留他一条狗命，还真是大量啊！不愧是慕容少爷，这就是帝都世家的胸襟吗？不可！爷爷，这个混蛋已身犯数罪，刚刚还差点害了你，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的。慕容少爷已经给你机会，还不赶紧的乖乖跪下！江阳在我们云家待了5年，他什么样的为人我最清楚。他今天的所作所为，还不是因为你们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本少给他活命的机会，他感恩戴德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是欺人太甚呢？玉书梦，我就要你好好的看着你的男人为了活命臣服在我脚下的样子有多卑微。云书梦，你胡说什么呢？慕容少爷大人有大量，能把这个废物留在慕容少爷身边，那是他的福气。江阳，还不赶紧跪下，认慕容少爷为主？慕容家手眼通天，你即便是为奴做狗，也比你在别的地方苟延残喘好上万倍。还不赶紧向慕容少爷谢恩？你出身卑贱，身犯死罪，但我慕容是个惜才的人，看你身手不错，给你个一步登天的机会，这是你一辈子都求不来的。一步登天？没错，成为我慕容身边的一条狗，对你这种卑贱之人来讲，那就是一步登天。慕容，坐井观天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在我面前妄言一步登天，就是愚蠢至极。你这种蠢货怎么敢代表无极门的呀？做梦吧！混蛋，你找死！不行，不许伤害江阳！你放肆！云书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已将你许配给慕容少爷，你居然还惦记着这个罪该万死的窝囊废！你现在是要违背老身的命令，害死云家吗？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护着这个废物？本少看上你，那是你的荣幸。你竟然为了这么一个不入流的东西拒绝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灭了他？我劝你乖乖的求饶。慕容少爷武功高强，修容深厚，不是这种平庸之辈所能抵抗。就这点功夫，灭我，再回去练10000年吧。江阳，我看你是被吓傻了吧？慕容少爷自幼习武，他的威名远扬四方，可不是你这种废物能抵抗的。你真是不知好歹！慕容少爷饶你一命，你还不知足，非要逼得慕容少爷出手，你必死无疑。本少的武功还轮不到你来评价。本少自幼在无极门外门长大，对付你根本就用不了我1成功力。今天你能死在我的手里，那是你的荣幸。不可动手！江先生说我身中寒毒，此话不假。他施针以后，我顿时感到浑身舒畅，也是事实。我愿意相信江先生他救我一命。慕容少爷，请你不要动手。无妨，他若跟我动手，必定活不过今日。我慕容啊，同辈之中无人能敌，杀了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你就算用这些话术来伪装自己，也改变不了你命丧于此的事实。聒噪！你不讲武德，搞袭击，慕容少爷不会饶了你的。这个废物竟然敢对慕容少爷动手！你多情不义必自毙。慕容少爷饶你一命，你还不知好歹，你这是咎由自取。你竟然敢打我！你真是聒噪，要打就打，哪儿那么多废话？你今天没有活命的机会了，我今天要不弄死你，我就不信慕容。来人！这件事情本就是因我爷爷的病而起，既然我爷爷现在决定保下江先生，那还请慕容少爷保持尊重，毕竟这里是我王家的场子。那就别怪我连王家一起打。你连我一招都接不住，就别在这儿叫嚣。动手，给我灭他！住手！谁敢入门的？爸，慕容家主，慕容家主坐镇无极门外门，若无紧要事情，从不轻易离开。想必是江阳的事已经被无极门知晓。以慕容长老的身手，江阳这小子恐怕活不过今天。慕容家主身手高强，他训练出来的手下都是1等1的高手。慕容家若是出手，我们的人恐怕撑不了多久了。小子，我爸来了，你完了！别说是你爸了，就是你爷来了，我也打得你们跪地求饶。口出狂言！慕容家主可是无极门外门长老，你不仅辱没一仙谷，你现在还蔑视无极门最佳一党。就是他，以下犯上，不仅不知悔改，还口出狂言，赶紧废了他，不然我们慕容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呀？好了，就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竟然也敢与我们慕容家动手！你可知跟我们慕容家过不去，就是跟无极门过不去。我怎么不知道？区区一个外门长老，什么时候可以代表无极门了？我虽然只是一个外门长老，但是我已征得无极门紫衣大宗师的同意，让我儿拜入他的门下。明日无极大会之时，就是我儿拜入无极门之际。紫衣大宗师，那可是名满天下的武林高手啊！整个无极门之内，要说排名，那也是前3。慕容少爷能拜他为师，那慕容家族也将成为无极门之外的代言人，那将成为全天下第1家族啊！听说这紫衣大宗师对弟子的要求极高，这慕容少爷
能被紫衣大宗师认可，果真是非同凡响啊！紫衣大宗师愿意收慕容傲为徒，看来慕容家族已渗透到无极门内部，我王家难以一直抗衡啊。紫衣，从来没听过呀，难道是南宫那个老头收的徒弟？你别乱说话，南宫大长老是无极门大长老，你这是大不敬。没错，紫衣大宗师就是南宫长老的亲传弟子，乃是天下赫赫有名的武林高手。没想到你这个废物居然孤陋寡闻到如此地步，连紫衣大宗师的名号都没有听过，怪不得你也只能在这个青州当一个卑躬屈膝的赘婿，而我明日就要拜入无极门，为我慕容家带来无上的荣光。只可惜呀，你看不到了，因为你今日就要命丧于此了。我确实看不到，因为只要有我在，你慕容傲就进不了无极门。当着我爸的面，你竟然敢口出狂言！慕容家主，我在这观察多时，这小子心高气傲，靠无遮拦，其罪当斩。哼，你这种年轻人我见多了，狂妄无知，但也不知道自己动手。拿来，自尽吧，我好留你一具全尸。自尽吧，我好留你一具全尸。慕容家主，这是我王家的场子，江先生是为我而来的客人，你如此待他，恐怕有失礼节吧？礼节？王老爷子，这小子在这里对我儿动手之时，你不但不加以阻拦，反而与他串通一气。我跟你讲什么礼节？告诉你，今天你们王家人一个都不要插口，我要亲手废了这个小子。这些都是我慕容家多年培养的精锐，为无极门斩敌无数。你如果不愿意自行了断，我不介意送你一程。我看谁敢动手！别忘了，这是我王家的场子。江先生，你不用担心，我已经通知所有保镖，马上赶到这里。我当然不用担心了，不过是区区几个侍卫，他慕容家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能培养出什么精锐？我看呀，个个都比不过我三招。终于到了。好大的口气！言行无状，以下犯上，蔑视一仙谷，无视无极门，你健健壮壮犯的可都是死罪。江先生若有罪，只有无极门南宫大长老来处置，还轮不着外门的长老动手吧？王家主，你这是要为了这个毛头小子跟我们慕容家势不两立了？江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你今天执意要杀他，那老夫与你慕容家族势不两立，又当如何？哼，你们王家在无极门确实要比我们慕容家略高一筹，但是你不要忘了，这小子今天屡次对一仙谷不敬，甚至于得罪了宋一仙，再加上一个一仙谷，你确定你还保得了他吗？你们王家处处袒护这个狂徒，等一仙大人到了，恐怕要跟着一起定罪。识相的，赶紧把这个混蛋交给我，我带走处理，绝不脏了你王家的地方。不用你叫，他已经在给我下跪的路上了。他就是冥顽不灵。现在还不是说大话的时候。一仙大人救人无数，他在天下的威名仅次于南宫大长老。你之前对他不敬，他来了肯定是不会放过你。你有什么打算？江先生，这里宴会厅有一个暗道，等会儿你和云小姐啊，先行离开，剩下的事交给我们王家来处理啊。不用了，等宋长生来了，他得给我下跪赔罪。江阳，都什么时候你还逞强？咱们就听王家主的吧。对呀，你与我有恩，这一次啊，就由我来救你吧。啊，我说的都是真的。宋长生来了之后，这帮家伙都得给我下跪。一仙谷一仙大人宋长生到。
容家真的请来了一仙大人。奶奶，这一仙大人是个瞎子啊！不许胡说，这是一仙大人潜心医术落下的病根儿。即便如此，一点都不影响他听声辨方位。他凭着嗅觉，还能闻出上万的药材。一仙大人，您来了，来这边请。发生何事？我今日可是有要事在身，速战速决。一仙大人，就是这小子屡次出言不敬，况且他刚刚还说了你们一仙谷的坏话，你还是尽快将他就地正法吧。就是，师傅，他口出狂言，他还质疑你的医术，居然有如此胆大之人，敢质疑我一仙谷，狂妄至极！一仙大人，您可不要让他死得太轻松了，一定得好好折磨折磨他。宋长生，还需要你来教我做事儿？你敢对一仙大人不敬？一仙大人，犬子不懂事，还请您多见谅。我宋长生闭关多年，与世无争，从不偏袒任何人，这一点还请慕容家主搞清楚。是，你就是那个犯了死罪的小子？你就是那个犯了死罪的小子？呵呵，别以为你不出声我就找不到你。我宋长生虽然双目失明，但我这双耳朵听到千里。没事吧？居然还躲过了我的飞镖，是个练家子。你这个腕力，总算练得不错了。这声音是……你别高兴太早了。宋神医精通药理，有的是毒药让你乖乖就范。其实你这种小辈可以抗衡的。师尊的剑铸炼时就已经淬入了上千种毒药，随便一个小小的伤口就可以让人顷刻毙命。江阳，你听到了吧？就算是你有通天的本事啊，也抵不过这剑上的剧毒。我劝你还是乖乖跪下认错，没准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长生，我教你医术是让你救死扶伤的，可是你连自己的眼疾都治不好，真是丢人现眼。这声音，这是主人。过来，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对一线大人做不敬的举动，死到临头了还敢耍花样，找死啊！对，一线大人，他狂妄自大，诡计多端，这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你还是速速将他就地正法，以治一仙谷为名。江阳，你身犯数罪，必死无疑，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这样啊，只会让你死得更快的。一仙大人怎么会乖乖就范，毫不反抗？难道江阳真的是在给一仙大人吃药眼疾？于淑梦，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你信吗？他一个废物，怎么可能会给堂堂一仙大人治病？云舒梦，没想到你还对这个废物抱有幻想。一仙大人是不会被他的鬼把戏所迷惑的，这小子难逃一死。我劝你啊，还是来我们慕容家不懂玩乐吧。江先生治好了我的顽疾，说不准他也能治好一仙大人的眼疾啊！一仙大人身份尊贵，什么珍贵的药品找不到，这样都治不好他的眼疾，怎么可能你一个黄毛小的一只手就能治好？王家主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才听信了这个满口谎言臭小子的一些鬼话。等一下，等一仙大人识破了他的伎俩，这小子必死无疑。好了，
看见了，我能看见了。小问题，小问题，我这里有一瓶灵丹妙药，保管你吃了立马去。可我没有钱。没钱？没钱你还治什么病？滚滚！哎，你干什么？饿伤了？要死别死我这儿啊！我跟你讲，走走你谁呀？连小孩的钱你都骗，别让我再见到你，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啊？好，那以后你就跟着我学习医术，好吗？你敢对江先生不敬？医仙大人，你这是……江先生是我的师傅。一仙谷都在供奉的主人，他的胆子，敢对他不敬？什么？你是一仙大人的师傅？那他岂不是我的师祖了？我刚才对他如此的不敬。一仙谷有着天下第一的医术，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一仙谷的主人？一仙大人啊，此人之前就是青州一个小小的赘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怎么可能是您的师傅呢？我和师傅相认，轮得到你来指点吗？刚才不是气焰嚣张要取我性命吗？臭小子，以为我们慕容家真的会怕你吗？啊，一仙谷又怎样？你不要忘了，这世界上最大的势力是无极门。赶明日，我儿就要拜在无极门紫衣宗师的门下，他天资聪慧，假以时日，一定会成为长老的接班人之一。你等着瞧吧！不错，明日无极大会，待我拜入无极门，就把你的行径报告给南宫大长老和紫衣宗师，无极门定会给你定下死罪。你怎么那么确定我不会是无极门的主人？放肆！无极门乃是无极神尊之掌，你胆敢对神尊大人不敬？据无极门密报，明日无极大会就是为了迎接神尊大人出使归来，届时神尊大人也会出席无极大会。神尊大人回来了，难怪这一次无极门大会召开得如此匆忙啊！没想到神尊大人竟然出事了，明日我一定要进入无极大会，一睹神尊大人的真容。没想到神尊大人居然会在无极大会上露脸，届时定会群雄聚集。我云家前程如何，就看这次机会了。哎，慕容家主，慕容少爷，我云家对无极门向往已久，不知道能否得到一张无极大会的邀请函。那就要看你们云家怎么选了。我云家自然是会和慕容家站在一起的。云舒梦少不经事，被这个废物所迷惑。哎，不过你们放心，我定会将慕容少爷的心意告诉他，将他送入慕容家。不错，明天是我拜师的大日子，就允许你们云家前来观礼。等大会结束了，我要在我的房间里面看见云舒梦。至于你身份卑贱，根本就不配参加此等盛会。整个无极大会都是为我而举办的，到了明天，你们就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愚蠢至极。到时候，你们跪下求我，我都不会放过。江阳，我看你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吧？慕容少爷明日就要一步登天了，你居然还敢在这叫嚣！无极大会是天下顶级盛会，
然说是为你举办的，哎呦，你还真是胆大包天。罢了，他已是将死之人，嚣张不了几时了。就让他在死之前说几句大话。等我拜入无极门，我就会带着无极守卫前来取你狗命。你们就睁大眼睛看着我们慕容家崛起无极大会吧！告辞，走。江阳，趁着无极大会开始之前赶紧离开，或许还能保住性命。这无极门啊，乃是当今天下第一势力，而这神尊大人呢，又是至尊无上的唯一。到时候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废物要怎么逃出生天。云舒梦，你为了这个废物把我们云家开到这般田地，你还不够吗？还不随我离开？江先生，慕容家一向心狠手辣，明天怕是凶多吉少，我这就派人护送你离开。不用了，到了明天，该死的是他。神子大人，无极大会已经准备妥当，您一声令下，便可即刻开始。慕容傲，今天我定会让你付出代价。不愧是无极大会，来参加的可都是大人物。无极大会本来就是天下盛会，何况这次神尊大人也要在大会上现身，众人自然是挣破了脑袋也要来呀。慕容少爷要当着这么多大人物的面拜入无极门，那日后的能量必是非同小可。我们云家绝对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江阳，江阳，你来这儿干什么？慕容少爷要杀你，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今日无极大会来的可都是1等1的高手，容不得你在这放肆。江阳，你怎么还在这里？还来得及，你快走，不然等慕容傲来了，你就逃不掉了。于书梦，你还要护着这个废物到什么时候？只要你今天乖乖爬上慕容少爷的床，就能给我们云家带来一世荣耀。而反观这个废物，他给我们云家带来的耻辱还少呢。这个孽畜一无是处，身犯数罪，竟敢还追到这无极大会上来。这可是无极大会，隐世多年的神尊大人也即将出现，你一个卑贱小人，不配出现在这儿。连这种场合都敢浑水摸鱼，真是胆大包天。慕容家族，这不是慕容家的少爷吗？听说今日你便要拜在无极门下，成为紫衣大宗师的弟子，实乃是年轻有为呀。听说紫衣大宗师从不轻易收徒，这慕容少爷既然能得到他的认可，想必功力也是出类拔萃呀。慕容家这是要一步登天了，以后还望慕容少爷多多提携我们。我慕容傲向来重情重义，凡是支持我慕家的，本少自然不会亏待。小子，没想到你还有几分胆量吧？竟然敢自己送上门来找死！这无极大会向来只是给天下排得上名的大人物颁发请帖，你区区一个青州的赘婿，必然是没有请帖的。你居然敢不择手段的偷偷混进来，真是胆大包天！什么？这家伙竟然是偷偷混进来的，还真是肆意妄为啊！真当无极门吃素的？本少今日就替无极门清理祸害。看在你是自己送上门来的，我就让你死得痛快一些。慢着，江先生是我们王家带进来的。你王家带进来的又如何呀？他一介罪人，难道你王家要包庇罪犯不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还没有拜入无极门吧？你无权管制江先生。好，等我把他的罪行禀报给神尊大人，这小子必死无疑，你们王家也脱不了干系。江先生，看来这个慕容傲是铁了心要置你死地呀，你还是快逃吧。江阳，你快走吧，还是保密要紧。放心吧，师梦，我不会有事的，你相信我。反正这个废物也活不了多久了，那就让他留在这儿，
好好看一看他和我们之间的差距多大。今日神尊大人现世，前排定是座无虚席，你就坐在那儿，别碍了神尊大人的眼。你就让我坐那儿？怎么不满意啊？放肆！无极大会这种场面，你是连门都进不来。慕容少爷网开一面，留你下来观礼。你是三生有幸，别蹬鼻子上脸。我看你还真是不识好歹啊！这无极大会的座位向来都是按照修为来划分等级的。你一个废物，能把你带进来已经是破例了，你就不要再挑三拣四了。若是按照修为论资排辈的话，那今天这个门，我如果坐那儿，谁都进不来。江阳，你别胡闹了，有位置坐已经不错了，你坐吧。江阳，以你的身份能进这无极大会，已经是我们王家尽了最大的努力。至于座位，我们王家也无能为力。本少好心提醒你，今日来的各位都是个顶个的高手，没有一个是你可以招惹的。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放肆！此乃神尊大人之位，岂是你个废物可以坐的？江阳，你快下来！趁神主大人还没有来之前，你别乱来啊！你小子，我看是活得不耐烦了。神尊大人的位置也敢坐，还不快起来！今天我们这些在场的武林中人，都是为了一睹神尊大人的真容。你如此嚣张行事，就不怕得罪我们这些武林中人吗？王家主，是你王家不守规矩，把这个废物放进来，惹怒了神尊大人，你们王家就等着被灭门门吧！江阳，你快下来！大胆狂徒，居然敢大闹无极大会！真以为我们慕容家不敢杀了你吗？这个座位放在这儿，不就是让人坐的吗？有必要这么跟我喊打喊杀的吗？你知道什么呀？历届的无极大会都是按照武艺值来排位座次，只有神尊大人武功天下第一，无人能敌，他才当得起这个座。而你不过是一个会点三脚猫功夫的毛头小子，资质平平，有没有修为也未可知。你凭什么坐在这儿？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修为？哼，此乃上古神器玄武台，有没有修为一测便知。这个玄武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上古流传下来的神器，只要将手掌置于石台中央，便可测出修为等级。有点意思。神器面前，看你如何作假！识相点的就赶紧下来吧，免得测出来下的丢人现眼。给你座位的时候你不乖乖坐下，现在按规矩办事，你连进场的资格都没有。你别再执迷不悟了，赶紧给我滚出去！江阳，行了，你快点下来，这会儿还有机会。等会儿神尊大人来了，看到这副景象，他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哼，竟有如此神器，正好，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通天修为。我看这小子是冥顽不灵，慕容家主，还是直接开始检验修为吧，也好让这小子明白，这儿不是他该来的地方。我看这小子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今天让他好好开开眼。你现在就是一只丧家之犬，能进这无极大会又如何？毫无修为，也只能乖乖的待在角落里。而我马上就要在这高台之上拜入无极门，受众人敬仰，我们慕容家也将从此走上巅峰。不得不说啊，你们的想象力是真的很丰富。但是我今天来就是让你们知道，你们慕容家和我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你们慕容家和我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不自量力！慕容家主，清风剑第3代传人温子峰身经百战，我苦练多年的剑法，如今若能验得修为，便能将我的清风剑发扬光大。6级小队入下。
不枉我苦练多年，如今终于能够入座下主桌，我清风剑在江湖的地位要一步登天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就是你们让我开的眼界，区区2星修为，连我的1/1000都比不上。你这个废物上去恐怕连1星都没有，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狂妄自大，愚蠢无知，只会满口大话。我看你这废物呀，修炼上百年也不够1星修为。好了，跟这臭小子废什么话？你上去向他们展示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什么才是天下第一家族。4星修为，不愧是慕容家，竟然能够训练出如此的人物。不愧是天下第一家族，我等自愧不如。小雅，看见了没有？这个只是我们慕容家一个小小的侍卫，便有如此修为。我劝你啊，还是早点放弃吧。我们慕容家的能量可不是你能抵抗的。没想到慕容家强大到这种地步，我们王家是远比不过的。这天下怕是没有家族能与之抗衡了。4星修为很了不起吗？你竟然还敢瞧不起4星修为？你若上去测试，那必将是毫无修为，你连这无极大会的门都进不来。瞧瞧你们这一个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区区4星修为就值得你们吹捧成这样？你上去测试。我从小体弱多病，对修炼之事更是一窍不通，上去测不出来的。不必担心，我这就给你一些修为。这是你又耍什么花招？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能有什么修为？什么？竟是4星修为！王小姐居然能有4星修为，王家主，你这运气不错呀！什么？这5星修为仅次于最高级的6星，如此高深的修为，岂不是天下任何武功都能被快速悟透？是啊，没想到啊，王家的小姐竟然有如此资质，完全不是慕容家的人啊！没想到啊，王小姐竟然有如此修为！你跟着这个废物，只会埋没了你的能力，不如与我们慕容家联手。你还不配！失礼，多谢江先生。无妨，虽然5星修为算不上顶级，但是要比这些自负的垃圾要好得多。放屁！你敢说我们慕容家是垃圾？够了！区区5星修为就狂妄至此，你们这群废物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了，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通天修为。不愧是慕容家的少爷，此等修为，这天下也没有几人能与其比肩。难怪紫衣大宗师愿意视慕容少爷为徒，慕容少爷当之无愧。慕容家族本就位高权重，现在慕容少爷又验出天人之姿，这一下慕容家要一步登天，唯我独尊了。小子，看见了吗？我乃天人之姿6星修为，可入座首桌首席，距离神尊大人只是咫尺之遥。你呢，只配待在角落里，永远得不到神尊大人的关注。不愧是我慕容海峰的儿子，万众之中能有着6星修为，岂不是万中挑一了？
恭喜慕容少爷，恭喜慕容家主。恭喜慕容少爷，恭喜慕容家主，我云家愿永世奉慕容家为主。恭喜慕容少爷，慕容家主。好了，今天你们的表现我都记在心里，日后定不会亏待你们。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还不过来跪下，向慕容少爷赔罪呀！一个废物，敢跟慕容家作对，找死！逍遥，你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跪地求饶是你们现在唯一的出路。爷爷，别急，6星修为，不过在我眼中，也只是垃圾。废物，还敢胡说八道！就凭你也妄图和我慕容傲比修为，不自量力！慕容少爷已经验明是6星修为，天人之资。你这个废物，难道还想逆天吗？简直可笑！慕容少爷修为高深，等拜师结束，你必死无疑。你就不要再垂死挣扎。6星修为乃是顶级修为，这世上不会再有比这更强的资质了。这废物可真是丢死人了，毫无资质也敢上去验修为，真是哗众取宠，不知廉耻。我劝你呀，还是赶紧过来跟慕容少爷跪下求饶。废物就是废物，你连这玄武台都无法唤醒，更别谈什么修为了。现在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这在场的众人都可以证明，你没有修为，却敢以下犯上，强占神尊之位。今日你必死无疑。什么？你喜欢什么星星？喜欢几颗，我都变出来送给你。到底什么情况？明明还是上午，怎么天突然就黑了？这漫天的星辰都因他所出现，这到底是什么修为？6星，是6星修为啊！不可能，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怎么可能有6星修为？这玄武台从来没有出现过此等状况，一定是他在故弄玄虚。你也配跟我比？萤火之光，怎敢与皓月争辉？这是什么？6星天人之之之上，还有更高的修为吗？这到底是什么修为？竟然能够操控斗转星移！这是北斗七星，7星连珠，这是仙人之姿啊！不可能，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会有仙人之姿？修为无时就出现这般，无法抗拒。哎呦，舒墨，怎么样？我送你的满天星河，喜欢吗？逍遥，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强大的修为？这玄武台屹立千年，坚不可摧啊！江先生的修为竟然将他给震碎了。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能量？他邪势嚣张，像这么强的修为，世上恐怕没有几个人。混账东西！玄武台乃是上古神器，你居然敢随意毁坏！这个废物怎么会有如此资质？他一定是用了什么作弊手段。一个破败不堪的石台而已，我有必要作弊吗？我不信，他不过是被我们云家扫地出门的垃圾，这怎么可能？大哥，江阳，我真的是财通天人，是我
有眼吗？现在还有谁不服？小子，修为再强，能强得过神尊大人吗？此乃神尊大人之位，这天下能够做他的，只有神尊大人。没错，你敢大闹无极大会，还毁了这个上古神器，想必紫衣大宗师已经感应到，他会亲自来现场收拾你，你就等着乖乖受死吧。子怡，就算是南宫老头来了，都得给我跪下。无极门大宗师紫衣到。紫衣宗师，您终于来了！就是这个狂徒，他嚣张跋扈，还敢强占这个神尊之位，还毁了这个上古神器。好大的胆子，敢在我无极门闹事，你是不是想死？你不认识我？我乃无极门大宗师，怎么会认识你这种卑鄙之人？你若想跟我攀关系的话，我只能告诉你，没用。我向来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本事不多却行事乖张的废物。就是，现在来攀关系，是不是晚了点？紫衣宗师绝对不会放过你这种狂妄之人。你已犯下死罪，我都会一一禀报，你就等着被关进无极炼狱，接受最严酷的刑罚吧。江阳，你虽然修为高深无人能敌，但是你作恶多端，业障深重，你是犯下死罪的人，这个地方就不是你待的地方。你就别再垂死挣扎，你这个罪人留在这儿，只会脏了神尊大人和南宫大长老的眼。你修为再高又如何呀？不过是空有其表。紫衣宗师武功盖世，拿下你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就他，我再给他上百年、上千年、上万年，他也比不过我一根指头。我再给他上百年、上千年、上万年，他也比不过我一根指头。放肆！紫衣宗师武功乃是天下第一，你竟然敢不把他放在眼里？好大的口气！你虽有通天修为，却没有好好利用，如今犯下重罪，到最后也只会沦为一个不入流的囚犯，你就等着被关进无极炼狱，永生永世。而我自幼跟着南宫大长老修习武功，如今已经是受万人敬仰的大宗师。你我的身份是云泥之别，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出此等大？紫衣宗师，别跟他废话了，他就是个冥顽不灵、不知悔改的废物，你赶紧把他赶出去，免得耽误了无极大会的召开。没错，南宫大长老和神尊大人已经在路上了。为了避免这小子等一下冲撞两位大人，还请紫衣宗师先将这小子拿下。我的能量绝非你等凡人可以想象的，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只会给自己招来灾祸。招什么灾惹什么祸？我就不信你一个身犯数罪的废物能有什么通天的能量。若真是什么影视高手，紫衣宗师怎么会不认识你？你如今已经是人人嫌弃的丧家之犬，而我身后站的是无极门和神尊大人。等我拜师仪式结束后，成为神尊亲卫，这天下所有人都要为我慕容傲俯首称臣。好，那我现在就让你们看一看，你们说的话有多么的可笑。神尊大人镇住！我得赶紧过去。无极玉石，你这狂徒，
不仅扰乱无极大会，毁坏上古神器，现在还盗走了无极门的圣物。原来你这石头是偷的，江阳，你好大的胆子，都敢偷到无极门了！无极玉石乃是无极门圣物，只有无极门的人才能够启动它。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得到了无极玉石，你就可以驾驭得了它吗？小子，你还真是愚蠢至极呀！竟然敢把偷来的赃物展示在众人面前，你是嫌自己死得太慢吧？南宫老头已经接收到我的信号，想必他正在往现场赶。我看倒是你们要想想，等到他来了以后，怎么跟我跪下求饶。你这废物休要猖狂！无极门圣物不是你能染指。南宫大长老到场，你只会死得更快。江阳，你快把东西还回去吧，无极门不是我们惹的。不必担心，等南宫老头一来，他们都得给我跪下。慕容傲，现在就命你代表无极门替神尊大人除了这个祸害。慕容傲遵命。没想到这慕容傲悟性竟如此之高，还未拜入无极门，便已参透无极九式。爷爷，这无极九式很厉害吗？此招数乃南宫大长老年轻时亲自首创，天下能参透的人寥寥无几。慕容海峰因为无法参透，才只能居于外门长老之位。没想到慕容少爷这么厉害，这下这个废物死定了。我儿的天赋可是得到了紫衣大宗师的肯定，大长老亲自点头让他拜入无极门。慕容啊，速战速决，让这个不入流的东西知道无极门的厉害。南宫老头年轻时候跟我习武，经常3天打鱼2天晒网，他创立的招式是漏洞百出，想不到你们如数家珍，真是可笑。死到临头了，还敢质疑南宫大长老的无极九式，受死吧！加油！怎么可能？他竟然没死！不仅没死，似乎慕容傲那一掌并未伤他分毫。加油！你怎么样？不用担心，他这点3脚猫的功夫，根本伤不到我。哼，这一掌只不过用了我的3成功力，没想到你这个废物却能抵挡1、2，看来是我小瞧你了。3成功力，10成功力，我看也不过如此嘛。你江先生，现在不是你逞强的时候啊！无极九式非一般人能够抵抗。刚才你虽然侥幸活命，但是你的内力很有可能已经被震碎，万万不可盲目恋战呐！这小子本就犯下死罪，如今又受我儿一掌，必定元气大伤，却还有功夫在这里装模作样。你以为这样你就唬得住众人吗？江阳，你别装了，死到临头还不快跪下向慕容少爷道歉，还能让你死个痛快。云舒梦，你还不赶紧过来！这小只是今天死定了，你想跟他一起死吗？云舒梦，让！今天要死的是这个废物，本少不想滥杀无辜。别怕，该死的人是他。既然你们一心求死，那本少就满足你们。花儿，你怎么样？这竟是无极门的磐石盾！小子，你到底什么人？江先生精通医术，修为惊天，如今还能抵过慕容傲全力放出的无极九式，他绝对不是普通人呐！没想到此人的功力竟然如此强大，他却隐藏身份，居身于云家，当了5年赘婿。如今无极大会召开在即，他却不再装疯卖傻，他必定是居心叵测，对无极大会不怀好意。我怀疑他就是冲着无极大会和神尊大人来的奸细。
妄图想要攻破无极门，应该立刻上报无极门。你说的不无道理。如此看来，你远居青州就是为了躲避帝都的调查。你对云家装疯卖傻多年，只是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如今南宫大长老放出话来要召开无极大会，所以你才按耐不住，想要一举攻入无极门。什么？这废物之前疯癫无状都是周出来的？你好一个扮猪吃老虎！云家就窝藏了你5年之久，今天必须杀死你！难怪你有一身绝世武功，原来是个细作。可惜呀，你不自量力，与天下第一势力无极门为敌，还企图破坏无极大会。今天你必死无疑！江阳，你到底瞒了我多少？我江阳是什么身份？等你们的南宫老头来了之后，一切自然见分晓。哼，南宫大长老的功力是我等的数百倍，在无极门仅次于神尊大人。就算你的修为再高，也不可能是南宫大长老的对手。等南宫大长老到场，你今日必死无疑。江阳，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跟他们解释清楚啊！不用担心，有我在，就算是大长老来了，他们也得给我跪下。哎呀，江先生，我知道你实力不凡，但你再怎么有实力，也很难斗过南宫大长老啊！他效忠于神尊大人，是神尊大人的亲传弟子，这天下还没有人斗得过无极门呐！别说是无极门了，就是6道3界来了，也通通不是我的对手。江阳，你到底在胡说什么？你对我欺骗了这么多，我不怪你。可你若真是奸细，你就老实跟他们交代，到底背后指使人是谁啊？你功力高强，若你愿意束手就擒，效忠无极门，或许南宫大长老还会放你一条生路。不要跟他废话了，我看这小子根本就没有投降的意思，此事非同寻常，还请紫衣宗师诛拿祸害，替神尊大人清除祸害。请紫衣宗师清除祸害。受死吧！哈哈哈哈哈！你小子今天死定了！紫衣大宗师亲自动手，就算你有3头6臂，你也难逃一死！狂妄自大，行事嚣张，你今天能死在武林侠士手中，那也是你的荣幸。哼，于书梦这个贱人当真为了这个废物连命都不要，真蠢！江阳乃违背无极门的恶徒，云书梦屡次包容纵横，他若不死，一会儿无极门的人来了，也会将他一同视为奸细，只会害了我们云家。看来江先生这次在劫难逃了。受死吧！都给我住手！清除这死活的东西！完了完了，南宫大长老来了，看来今日江先生是逃不出去了呀！江阳，南宫大长老现身，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你为什么那么确定死无葬身之地的不是你？你还真是上赶着找死啊！都这种时候了，还敢胡言乱语！你这个混账东西！南宫大长老已经来了，无极大会召开在即，这个神尊大人也即将现身，你怎么还搞不清楚状况啊？你赶紧的跪下谢罪，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我看搞不清楚状况的是你们吧？南宫老头是我请来的，你们万分期待的无极大会也是为我而开的。就你在南宫大长老面前还如此嚣张如状，现在就算你投降，也没有活路可走了。南宫大长老到！究竟是怎么回事？南宫大长老，无极大会召开在即，没想到在青州抓住一个对无极门不利的奸细。奸细就是这小子，屡次以下犯上，对无极门不敬。今日里
还大闹无极门。我们慕容家出手，本想劝其投降，没想到他却冥顽不灵，我儿出手控制，竟被他打伤。什么？你说子怡对他动手了？南宫大长老，我慕容傲为无极门是忠心耿耿啊！这个小子敢在无极大会上闹事，我实在是看不下去。能为神尊大人清理祸害，也是我的荣幸。南宫大长老，此人蔑视无极门，更是不把神尊大人放在眼里。恰巧今日慕容傲拜入我门下为徒，我想借此机会试探他一番，没想到这个狂徒竟然故意藏拙。不过大长老，您不必担心，我亲自出手，必定将他就地斩杀。一群蠢货！南宫大长老，这是何意？他不责备江阳，反而去责备紫衣宗师还有慕容少爷。慕容少爷生在习武世家，又是紫衣宗师认定的徒弟，今日却连连失手败给了这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南宫大长老自然会生气了。南宫大长老，您这是什么意思？南宫大长老，您莫动怒，都是弟子无能，竟然输给了这个奸邪，有损无极门的威名，还给神尊大人丢了脸，还请您责罚。对不起，南宫大长老，都是我教子无方，再给我儿一次机会，一定可以将这狂徒当场拿下。徒儿办事不力，竟让无极大会毁在一个奸细手里，请南宫大长老责罚。这一群无知的蠢货，给我滚！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南宫大长老息怒，都是这个奸细隐藏的太深，他以云家赘婿的身份掩人耳目，骗过了所有人，这才没能及时发现。不过这种不入流的奸细还不配让您亲自动手，您放心，我这就把他拿下，绝不会再让他有逃脱的机会。没错，南宫大长老，这一次我一定全力以赴，在神尊大人赶来之前将他擒拿，还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就是再给你10000次机会，你也伤不了我分毫。你现在就是一个将死之人，也还敢叫嚣？只要南宫大长老一声令下，你就会被当众诛杀。我看你还能嚣张几时？还是那么聒噪。大胆狂徒！南宫大长老的面竟敢如此猖狂！南宫大长老，恳请您下令诛杀此徒，以示众人。混账！不好了，南宫大长老发怒了，看来是江阳这个废物彻底激怒了南宫大长老，连慕容家都一起受罚了。看来南宫大长老是想亲自动手，这个废物今天死定。捕杀南宫，拜见神尊大人。拜见神尊大人，拜见神尊大人。神尊大人，他竟然是神尊大人！江先生能量通天，绝非凡人，没想到竟然是神尊大人呐！什么情况？他们居然管江阳叫神尊大人？不可能，他是神尊大人，这不可能！属下来迟，请神尊大人责罚。起来吧，你来的正是时候。你要是来的再早一点，就看不见这出好戏了。这群虾兵蟹将也敢在外面打着无极门的旗号，嚣张跋扈，横行霸道。神尊大人放心，此事我定会给您一个交代。今日胆敢对神宗大人无礼不敬者，我会一一的清算。真的是神尊大人！我刚才竟然对神尊大人动手了！老头子没看错，江阳是神尊，我竟然亲手把云家的富贵赶了出去。我竟然一直在遮辱神尊大人。大长老，您是不是看错了？神尊大人那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存在，怎么可能会是他？没错，他
他就是青州一个赘婿，自甘堕落，误入歧途，走上了歪门邪道。他怎么可能是尊贵的神尊大人呢？给我住口！穆仁傲，你如此的大胆，还对神尊大人如此的不敬，我宣布，穆家逐出无极门。来人，将慕容父子打入无极炼狱。南宫大长老，求求你饶了我们吧！看在我们这么多年为了南极门鞍前马后、鞠躬尽瘁的份上，求求你饶了我们这一次吧！是啊，江阳，不，神尊大人，我们错了，我们知道错，您饶了我们吧！现在知道低头认错了，晚了。哎，放出去！我不要走，我不要走，不要啊！我不要！神尊大人，饶命啊！神尊大人，命啊！饶命啊！神尊大人，饶命啊！蝶儿，你来了，姐，快救我们！我看谁敢动我慕容家的人！我看谁敢动我慕容家的人！看来我无极门闹事，你胆子不小啊！慕容蝶见过南宫大长老，并非我来无极门闹事，只是今日这两个人，我搞定了。你是想来挑衅无极门？不是挑衅，只是陈述事实而已。无极门号称人间第一势力，但我衡阳宗独尊武道，剑术通天，才是真正的隐世第一宗。蝶儿，你真的加入衡阳宗了？是的，不仅如此，我还是衡阳宗宗主花木雪的关门弟子。什么？既然那是花木雪的关门弟子，竟然是衡阳宗的弟子，难怪剑法如此了得呀！神尊大人，衡阳宗的武功不弱于我们的人。衡阳宗的宗主花木雪一手衡阳剑诀，纵横天下100年之久，没想到慕容蝶竟败在了花木雪的门下。花木雪的弟子有意思。你就是无极门所谓的神尊？你就是无极门所谓的神尊？没错。这般年轻也敢说是无极神尊？南宫长老，我原先对你还有些敬重，没想到你竟然扶持这个废物当傀儡，意图掌握无极门，真是下作。就是你这个傀儡，仗着背后是南宫长老，就想欺负我们慕容家的人是吧？你搞错了，不是我欺负他们，是他们自己在找死。一个傀儡也敢如此嚣张，你真当我不敢杀你？放肆！竟然敢对神尊不敬！既然他对自己的剑法如此自信，那就让他试试好了。是。既然你说你是花木雪的弟子，那正好让我看看你的剑法如何。听神尊这话，难道花宗主和神尊大人也有交情？对我师尊也敢不敬，这是你自己找死！吃我一剑！江阳小心！我这一剑竟然还想以肉体抵抗，真是找死！蝶儿这一剑果然够快，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影宗衡阳宗的弟子。衡阳剑法果真是天下无敌呀！我姐的这一剑恐怖如斯，这个废物今天肯定被劈成2半。能在这个年纪刺出这么威力的一剑，确实是天资卓越。可惜呀，被你们慕容家拖累。南宫老儿，你在说什么呀？你培养傀儡，蝶儿正是代表衡阳宗铲除这个傀儡。你已经犯下了无极门的禁令，你等着坐进无极门的天牢吧！这个废物，他为什么没有死啊？这不可能！花木雪就是这样教你剑法，我看也不过如此嘛。
这剑诀是这么用的。怎么回事？他真的是神尊，连我姐都奈何不了他。我竟然躲不开，这剑师之威实在太恐怖了。骄阳，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你为何会有衡阳宗剑诀？既然来了，那就快快出来吧。师尊，衡阳尊主。师尊，此人仗着有无极门的势力，要杀我家人，而且他还偷学了我们衡阳宗不传之秘衡阳剑诀，请师尊出手镇压此徒。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衡阳宗的宗主，站在人间武道最顶端的人物。这下，就算这个江阳再厉害，也必死无疑了。徒儿见过主人，徒儿见过主人。拿吧你，笨蛋！笨蛋！实力不足的滋味不好受吧？来，起来，我教你剑诀，从今天开始，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师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师尊，你糊涂啊！他如此年轻，你怎么能叫他主人呢？而且他还偷学了我们衡阳宗不传秘诀，应当诛杀呀！大胆！慕容蝶，你知道衡阳宗名字的由来吗？衡阳宗本就是我为了纪念主人而创立的，这个阳字取自主人的名，这衡阳剑诀更是主人以前亲自传授给我的。没想到天下第一的衡阳宗也是神真大人的势力啊！天哪，老头子，你这是给我们云家招来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啊！哎呦，他是你的主人，那岂不是我的师祖？还不跪下！无极神尊，衡阳宗宗主，我刚才还跟他抢女人，我这10000条命都不够赔的呀！我这怎么可能？带下去，收押无惧天牢。为了家人，本心不坏，只是识人不明，心智还需要磨练。慕容蝶，罚你去思过崖闭关10年，不得离开衡阳宗。是。老婆，老婆，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江阳吗？不管我是什么身份，我永远都是你老婆。没想到爷爷说的是真的，江阳，你真的能让云家飞升。既然你不傻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一直在一起，不会分开？那你能不能什么？能不能今晚和我一起睡觉？真没想到，我江阳也有自己的子嗣，辛苦你了，叔母。辛苦你了，叔母。不辛苦。
神子诞生在即，我楚家已经安排了全球顶级的产科大夫，我楚家的医院24小时待命，恭以小神子的降生。另外，我楚家近日投资了一所贵族学校，就等着小神子上学呢。神子身体尊贵，我定会研制出仙品神药，为提升神子修为，增长内力。神子降世，恐有心怀不轨之人加害神子，我这就去无极门训练精锐，可护神子日后安危。神子一定和主人一样，才通天人。等他习武之日，我一定为他打造一柄绝世神剑。好了，你们就先回去吧。我现在要跟舒梦享受我们的2人世界，各位请回吧。遵命。怎么了？舒梦，我好像要生了。生了。你们来的正好，这可是我们医院最后一间病房了。舒梦，别担心啊，医生马上就来了。哎，把他们给我赶出去！我老婆头晕，要做检查，这间病房就归我们了。原来是虎爷，哎呀，这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夫人也是今天入院。您别担心，我这就赶他们走。你们2个赶紧给我出去，这是虎爷夫人的病房。凭什么呀？明明是我和我老婆先来的。放谁呀你啊？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就是，虎爷可是青州的地下王者，不是你惹得起的。识相点，赶紧滚出去！别动手，孩子快生了，关键些。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的老同学云舒梦吗？你是杨丽丽？真是巧呀！听说你当年嫁给了一个傻子，没想到现在连孩子都有了。对不起夫人，我没想到他是您的朋友。丽丽，我快生了，你赶这病房，能不能先让给我啊？舒梦呀，不是我不帮你，只是这医院你们2个消费得起吗？丽丽，你什么意思啊？我听说你们云家早就破产了，而且你的老公又是个傻子，我想你现在的生活应该不好过吧？这医院呀是楚家旗下，是青州最顶级的私立医院，你俩能消费得起吗？我现在不想跟你们那么多废话，我老婆马上生了，不想死的话，马上给我滚出去！你老婆生孩子关我们什么事儿啊？你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你。一股穷酸味儿，护士还不赶紧给我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待在这儿我不舒服。这位先生，请你们离开，否则的话我就要叫保安了。这就是你们医院治病救人的态度吗？把你们院长给我叫过来。你以为你是谁呀？啊，院长也是你这种人能见的吗？一个穷的连老婆生孩子都没有钱的穷光蛋，还敢在我面前叫嚣？就是，我们院长可不是什么人都见的。我劝你还是识相点，赶紧滚出去。舒梦，我给你1分钟时间，马上把你们院长给我叫过来。谁要见我？什么人敢在这大喊大叫的？院长，这有个人占了虎爷夫人的病房，还在这闹事儿。先生，我们医院可是楚家旗下的私立，是青州最顶级的私立医院，不是什么人都能收治。院长，别跟他们废话，我劝你还是赶紧把他们赶出医院。谁知道他们身上干不干净？别到时候带什么传染病进来。就是不知死活的东西。我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负得起责任吗？责任？我老婆要是有什么3长2短，你们所有人都得给她陪葬。口气不小，你知不知道？我们医院是楚家旗下的企业，我们的背后是楚家。你敢在这儿惹事儿，楚家主一声令下，就能让你在青州没有容身之地。
还不快滚！要是让楚家主知道你敢在楚家的医院闹事儿，一定不会让你有好下场。1分钟，青州医院，马上都给我滚过来！放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装逼？我倒想知道你能叫来谁？我劝你现在马上把你们医院最好的医生叫过来给我老婆接生，否则的话，就算你磕头认罪，我也不会饶你这条狗命命。还敢装是吧？来人，把这2个闹事的给我拖出去！可别怪我没劝过你们，不知死活的东西，非要赖在这儿。你敢跟我刘虎作对，你不会有好下场。哼！都愣着干什么？把他们2个给我抓起来！给我住手！滚出去！放肆！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对江先生夫人动手？找死啊！楚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们2个背后是间楚家呀。我楚家，你闯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而且江先生，来吧，别忘记，夫人和婶子必须平安。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说过了，就算你们跪下，我也不会放过你。我告诉你，就算你背后有楚家，又能怎么样？他们怕你，我可不怕。你想收拾我，你不配。就是你也配？哦，那我们无极门配不配啊？无极门，我一仙谷的主人，也有人敢不敬？送你一仙！我的天哪！谁敢对衡阳宗祖师不敬？敢与衡阳宗为敌，你们有几条命？天下第一武道宗门衡阳宗，我不知道啊！我错了，求几位大人饶我一命！我的天，我真是得罪了什么样的大人物啊！我错了！你看到我跟舒木是同学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我答应过我老婆，今日不见血，把他们带下去，给我拖下去！神子大人，您放心，我已经请来了最好的产科医师，夫人定能平安生产。恭喜江先生母子平安！恭喜神尊大人！恭喜神尊大人！此乃天下大喜之事，我们这就去准备小少爷的满月宴。我江阳独生1年7万年，今天我终于有自己的子嗣了。